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睡了顶头上司的女人怎么办？我选择顺其自然再睡一次，因为在这个秩序混乱的灾变末日世界里，被套麻袋沉河已经是我最好的结局了。可就在我打算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时，顶头上司突然打来了电话。也就在这时，一行行鲜红的文字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丁，触发危机嗅觉，你的顶头上司新界市探查署署长严琛正给你打来通讯，他性情多疑，手段残忍，并且已经知道了你和他的女人秦舒曼在没有第三人陪伴的情况下独处了4.5个小时，并且秦舒曼的女佣还告诉他，最近你和秦舒曼一直在眉来眼去，所以他现在非常愤怒。但老谋深算的他准备先试探一下你，你只有2分钟的时间，如果2分钟之内你没有重新获得他的信任，那么明天你和秦舒曼的尸体将出现在新界市的下水道当中。与此同时，一个2分钟的倒计时图标出现在我脑海的左上角，我微微有些愣神，这是自己的金手指吗？一个可以提示危机的金手指，虽然感觉有点弱，但总比没有的强。我思索10几秒后按下了接通键，毕恭毕敬地对着通讯器说道：署长，您找我？囚徒，我有件事要交给你去做。下坊街治安所抓了个卖黑药的药剂师，你过去把人带回署里。是，署长。不过署长，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事要做。最近我发现秦舒曼有问题，我怀疑他是市政委员会派到您身边的卧底，但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一直没敢和您说。伴随着我这句话说出口，空气一时间安静了下来。足足5秒之后，严琛才沉声问道：什么意思？此时2分钟的倒计时已经只剩最后1分钟，倒计时的颜色也变得刺眼猩红，并开始疯狂闪烁。我却没有着急，继续沉稳地解释着：署长，这段时间我奉您的命令保护舒曼小姐的安全，但是我发现她有点不太对劲。您说她是刚从灾变区来到新界市的，但她的皮肤却那么的光滑白皙，没有一丝伤痕和老茧，而且我每次出现在她身边，她都会主动找我聊一些关于您的话题。还有新界市这么大，这么混乱，一个这么漂亮的美人却刚好被您发现，您不觉得有点太巧合了吗？所以我这几天一直试着讨好她，可能我的做法真的骗到了她的信任。她今天和我说想要单独出去逛逛，于是我配合她一起支开了所有人，但我一直在暗中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想搞清楚她到底想要做什么。严琛沉默2秒以后询问道：那你发现了什么？什么都没发现，但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她费尽心机支开所有人，难道只是为了单纯的逛一逛街吗？署长，这合理吗？那你为什么说她是市政委员会派来监视我的呢？毕竟所有人都知道市政委员会和咱们探查署不对付，所以我才会第一个怀疑是市政委员会。那你们现在在哪里？在我家里，是舒曼小姐要求的，她现在正在玩电视游戏。严琛却并没有表明他的态度，反而说起了最初的话题。那下坊街治安的事，我安排其他人去，你继续陪着舒曼吧。是，署长，我一定帮您查清楚舒曼小姐的身份，不辜负您的信任。听着听筒里通讯挂断的嘟嘟声，我缓缓吐出一口气，知道自己算是暂时逃过一劫。对于严琛这种性格多疑的人，一旦有了怀疑，就不会轻易止住。我解释的越多，越容易引起严琛的怀疑，而且对于严琛这样的大人物来说，什么下属什么女人都只是跪求他施舍的狗罢了，只要他有一丝的不爽，弄死也就弄死了。所以我想要活命，就必须引入可以让严琛忌惮的第三方势力，只有这样才能让严琛克制住情绪，不敢肆意妄为。新界市是末日灾变后人类重建的新区，市政委员会、探察署和军部3方势力相对独立，但却充满矛盾又必须合作，关系非常的微妙。严琛作为探察署的一把手，和市政委员会的姜委员有着不小的矛盾。虽然这样做会让我未来面临更多的问题，但却已经是我在10几秒里能想出的最好方案。就在我为自己的计划查缺补漏时，脑海中出现了新的提示：恭喜你暂时度过了危机。但严琛生性多疑，并没有被你编造的谎言给彻底说服，毕竟你的谎言还有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漏洞，所以他打算今晚当面询问你，你将有5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伴随着提示结束，脑海中又出现了一个宝箱图标，而原本的倒计时也变成了5个小时。我沉默几秒钟后缓缓笑了，就知道以严琛的多疑不会这么容易被骗到，可这本就是一场走钢丝的赌命游戏，哪有那么简单就度过的道理。不过还有5个小时的时间，至少能让自己做一些别的事儿，比如仔细研究一下自己的金手指。这么想着，我尝试着点击了一下宝箱，下一秒宝箱变成了一块半透明的蓝色石头。丁，极光石，贵重的灾变材料，只需再配齐一些辅助材料，就可以制作出多种灾变药剂或灾变道具。我微微皱起了眉头，这个世界难道存在着超凡力量？可我搜寻一遍刚接收的前身的记忆，却并没有找到任何与超凡力量有关的信息。
信息，难道是被大人物们给隐瞒下来了？这样的话，严琛会不会也拥有超凡力量，或者有具备超凡力量的手下呢？我顿时感觉压力更重了，因为这会让我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又静静地思索了一会儿后，我起身准备去见一下自己那个还在睡觉的盟友。来到卧室，秦舒曼正侧卧在床上，柔软的薄毯勾勒出妖娆的身体线条。看着这个给我带来一身麻烦的尤物，我没有丝毫犹豫地扑了上去。突然遭受我的重压，秦舒曼下意识地想挣扎，却被我牢牢按住。3分钟后，我倚着床头舒爽地点了支烟。大人物的女人就是不一样，这波不亏，就算哪天真被严琛干掉，自己也不算替这具身体的原主背锅了。你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是吗？可能是因为死过一次的缘故吧。秦舒曼有点懵，抬头惊讶地看着我。我是说，咱们可能马上要死了。严琛已经知道咱俩的事儿了。可能因为这个消息太过于震撼，秦舒曼一脸惊恐的猛地坐起。我表面没在意，其实却一直在悄悄地观察着秦舒曼，但不知道他是真的没问题，还是演技太好，我愣是没能从他脸上找出丝毫的破绽。于是我故作疑惑地说道：你和我出来时就没想过会被发现吗？没有啊，当时你只是说带我出来玩，我也没想到咱们会玩到床上来。说着他就慌张地捡起衣服想往身上套。如果我是你，就会先去洗个澡，清理一下痕迹，但不要沾湿头发，也不要用洗漱用品，以免留下香味。秦舒曼愣了2秒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才抱着衣服跑向厕所。看着秦舒曼妖娆的背影，我有些疑惑起来。秦舒曼的表现未免太过于单纯，这么一个混乱血腥的世界，怎么可能生出这种懵懂还漂亮的白莲花呢？难道这是一个精明又善于伪装的女人？可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又为什么要冒着丧命的风险和自己约会呢？刚才我只是为了保命才编造了秦舒曼的身份，但现在我是真的怀疑起这个女人了。10分钟后，当秦舒曼穿戴整齐地从厕所里出来，我拿着一把手枪突然抵在了她的太阳穴上，缓缓开口道：舒曼小姐，你是谁的人？是市政委员会还是军部？你在发什么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依旧没能从他身上看出任何破绽，于是我不动声色地收回手枪，故作满意地点了点头。很好，等你回去了也要这么演。我和严琛说你疑似是安插在他身边的卧底，这是唯一可以保证咱们活下来的方法。严琛这人生性多疑，除非彻底搞清楚你的身份，不然不会对你动手的。我害怕要是被他发现了，他不会放过咱们的。闻言，我从后腰取出一把警用匕首，拍到秦舒曼手中。你是让我在事情败露后用这个杀了他？我摇了摇头。如果事情败露，你就掏出匕首对着自己胸口捅下去。相信我，能痛快的死去，总好过生不如死。你就是个混蛋，把我骗上床，还让我做这么危险的事情。我紧盯着他的表情，依旧没能看出破绽，于是轻轻抱住了他，适当的表现出自己的温柔。不得不说，女人确实是水做的。足足哄了10几分钟，秦舒曼才慢慢止住了哭泣。又跟秦舒曼串了一下口供后，我才拉着他离开家。此时距离晚上的生死大考还有4小时10分钟。刚出单元门，我就觉察到有几道隐蔽的目光扫了过来。之前跟严琛挂掉通讯以后，我就猜到严琛肯定会派人过来监视，而且因为这件事很敏感，所以严琛肯定要调亲信过来。很快，一个面色冷峻的探员领着10几个人走到我面前，他亮了一下证件后说道：邱探员，我是特勤部1级探员方明，奉署长命令前来护送你和舒曼小姐前往城中别墅。署长今晚将和你们谈话。看着眼前这个探员，我有点感慨，严琛还真是看得起自己。作为新界市3大权力机构之一的探查署，总共设立有11个部门，其中权力最大的便是政治部和眼前的特情部。政治部负责情报间谍、反间谍、内部监察等事务，位高权重；特情部则是负责打击新界市的反对派武装以及重点区域的武装巡逻等工作，是探查署最强大的暴力部门。看来严琛这是准备锁死我和秦舒曼的行动，然后直接提审了。幸好我安排了后手。想到这里，我面色不改地看向秦舒曼。舒曼小姐，署长的命令你也听到了，接下来你的安全将由方探员负责。秦舒曼眨巴下眼睛，露出一个失望的表情，一双漂亮的桃花眼看了方明一眼，委屈地说道：可是我原本还想去十字街逛逛。此时方明并不知道我和秦舒曼的私情，严琛不可能把自己被戴了绿帽子的事儿告诉一个下属，所以方明略微沉思后说道：舒曼小姐，署长会在18点前回到别墅，我只能为你争取1个半小时的时间。秦舒曼乖巧的点头同意，我则是双手插兜，像个局外人一样冷漠的看着这一幕。很快，一行人浩浩荡荡的穿过一排排低矮破旧的楼房，来到了一辆老式轿车跟前。这是严琛专门为秦舒曼准备的座驾。可就在秦舒曼提着裙摆准备上车时，一块巨石突然重重的砸在老式轿车顶部。我上前几步护住尖叫的秦舒曼，就往旁边跑。特情部的探员们见状这才反应过来，他们迅速冲出来护住我们2人，并毫不犹豫的举枪朝楼顶开火。我小心翼翼的探头观察现
现场情况，敌人只有10几个，他们破旧的战术背心上都喷涂着一个大大的红叉，这显眼的装束让我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革新联合阵线又名联政，是一股反抗新界市官方的武装势力。这些特勤部探员也很快认出来了敌人的身份。方明一边指挥手下散开，一边朝着我这边喊：“保护好舒曼小姐的安全，等我们歼灭敌人！”闻言，我瞟了一眼秦舒曼，此时的他还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瑟缩在我身下不敢抬头，看起来完全就是一副吓傻了模样。但我总感觉有点奇怪，我所住的这个老旧街区没有军事设施，没有政府机构，没有联合银行，可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被廉政袭击呢？难道是被特勤部的那些探员引来的？但这也太巧了吧！搞不懂状况的我决定再看看，可这一看之下我又有点懵了。特勤部是探查署最强大的暴力机构，而廉政也是穷凶极恶的反抗势力。我原本以为双方会打得异常激烈，但现实却是双方打得很热闹，但却没一人受伤。这是在搞什么演戏吗？接着我飞快地翻找着记忆，很快便搞明白怎么回事。灾变世界中资源匮乏，火药枪械都是稀缺资源，不管是反对派组织成员还是探查署的探员，射击训练都是极少，这就导致了眼下这群菜鸟互啄的一幕。我在震惊之余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前世的我也熟知枪械，水平可比这群菜鸟高多了。如果我的计划成功的话，也许今晚的难关很容易就度过去了，甚至都不用去十字街了。于是我先是掏出通讯器发了一条讯息出去，又伸手摸向后腰掏出那把曾经指过秦舒曼的手枪，这是探查署给普通探员配的标准装备。我熟练地退出弹匣，查看了一下子弹数量后，便开始耐心地等待机会。没过一会儿，当一个敌人从掩体中冒出来时，我没有丝毫犹豫地猛一探身，对准他就是砰砰砰的连开3枪，子弹准确无误地洞穿了他的腹部和大腿，他哀嚎着扑通一下栽倒在屋顶，失去了战斗能力。同时这也是开战以来双方第一个丧失战斗能力的人员，所以整个战场在那一瞬间都仿佛停滞了下来。特勤部的探员们都条件反射般把目光投向我，而反对派组织的成员则是慌忙着躲避着我所在的方向。在短暂的平静期后，双方都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但新手就是新手，就算再谨慎也很容易露出破绽。所以没多久后，我再次抓住机会又连开3枪，这次又有一颗子弹命中了敌人的右胸。反对派组织本来就是一群游兵散将，现在眼见对面有我这个神枪手，他们顿时无心恋战，连忙驾着伤员仓皇逃窜。因为老旧街区低矮的斜面屋顶可谓是撤退的绝佳掩体，所以特勤部的探员们只是虚张声势的放了几枪后就放任对方逃走了。待他们缓缓从各个掩体中走出来后，皆是目光复杂的看向我。作为探查署的王牌部门，他们一向眼高于顶，瞧不起其他部门，结果焦灼的战斗却被我这个他们瞧不起的普通探员给轻松解决了。我敏锐地觉察到了现场气氛的变化，但却没有因此沾沾自喜，而是冷静地提醒道：各位不要掉以轻心，小心敌人2次袭击。方探员，你看是不是应该和署长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听到我的提醒，众探员连忙各自分工行动起来，而方明也是从剑如流的拿出通讯器联系起严琛来。就在这时，10几个身穿制服手持破旧警棍的探员急匆匆地赶过来，领头的是一个虎背熊腰肌肉爆炸的探员，他眼神凶狠充满杀意，如果不是那一身探员制服，他看起来更像个满手鲜血的暴徒。站住！特勤部办案，你们是哪个部门的？见状，我忙上前几步开口道：他们是旧巷街的临时探员，是我叫过来帮忙的。没了特勤部挡路，这群临时探员急匆匆地冲过来，围到我身边。我这身体的前身虽然是严琛的狗腿子，但其实在探查署的地位并不高，只是个行政处这种弱势部门的2级探员。但好在他在拍上严琛马屁后，没有忘记当年一起在底层混的兄弟，所以在晋升成2级探员后，就打着严琛的旗号，偷偷为这10几个兄弟谋了个差事。而这10几个兄弟也是真的讲义气，有什么事儿那是真会上，所以他们才会因为我一条讯息就急匆匆地赶过来。想到这儿，我低声问道：让你们带的东西带来了吗？虎背熊腰的阿泰点点头，他又看向身旁一个鹰钩鼻探员，见状，鹰钩鼻探员伸手从怀中掏出了一个沉甸甸的小布袋递给我，我打开看了看，确认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后，便放进了怀里。几人交流的时间说起来很长，但其实只有短短10几秒，所以当方明挂断通讯的时候，我已经带着这群临时探员找上了他。邱探员，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署长得知廉政袭击的时候，无比震怒，要求政治部和特勤部一起联合办案，清洗新界市的廉政暴动势力。因为城中现在局势混乱，他命令你和舒曼小姐尽快返回别墅，不要再在外面逗留。我平静的一口答应了下来，又指着身后的阿泰对方明说道：方探员，这是我表弟阿泰，现在在旧巷街当临时探员。他听到这里发生了枪战，立马带着同事赶过来协助，你看怎么安排吧。方明上下打量着阿泰，脸上露出感兴趣的神情，但他也并没有多说，只是点了点头道：那留下3、4个帮忙维持下秩序吧。阿坤、猴子、阿水，你们3个陪着阿泰在这里维持秩序，其他人先回治安所。
我说完，又朝着鹰钩鼻探员使了个眼色，他不动声色的微微点头后，便带着其他人离开了。其他特勤部探员原地待命，我则是和方明一起送秦舒曼回别墅。看着驾驶位上的我四平八稳的开着车，方明不禁好奇的问道：“邱探员，你的车技不错呀，你们行政处的人都有这技术吗？行政处不就是为各个部门做后勤工作的吗？总要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特长，不像你们特勤部只需要安心训练，我们各个部门可都很想加入你们呢。”听到我的话，方明只是随口嗯了一声。虽然我的话略带吹捧，但却是实情。特勤部的门槛很高，即使现在只是草创阶段，也不是一般的探员能加入进来的。说到这里，方明的脑海里突然冒出来阿泰那虎背熊腰的身形，他心中不由得一动，然后试探地问道：“邱探员，那个阿泰？”眼见方明上钩了，我嘴角不由勾起了一抹微笑，开始半真半假地介绍起了阿泰。可等我说完，方明却没再有什么表示，但看他那若有所思的样子，我知道这是应该稳了。作为特勤部的一级探员，方明是有推荐权的，这种推荐进来的探员天然会打上推荐人的标签，成为推荐人的嫡系。所以在特勤部还未满员的情况下，每个队长都会想尽办法搜罗人才纳为己用。所以我才故意带着阿泰在方明面前晃悠，又故意把话题引到加入特勤部上面。等到了延琛的别墅，方明先一步下车为秦舒曼打开车门，但秦舒曼却犹犹豫豫的不想下车。见他这个样子，我意有所指的劝说道：“舒曼小姐放心吧，署长不会因为你偷跑出去玩而生气的。等晚上我会好好和他解释清楚的。”目送秦舒曼和方明一步步走进那黑洞洞的别墅后，我也被佣人带到了一间会客室。3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在晚上18点15分的时候，会客室房门被人轻轻叩响。我打开门，就见门外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女人，此人正是秦舒曼的贴身女佣，也是告发我和秦舒曼有染的关键证人翠兰。邱探员，署长让你过去，请随我来。我答应一声后，跟着他离开了会客室。翠兰在前面恭敬的带路，但嘴角幸灾乐祸的笑容却怎么也压不住。很快，两人来到了一间装饰典雅的书房门口，一位戴着金边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正等在那儿。这人是新界市探察署政治部主任延琛的第一智囊贾叔。此人虽然看上去一副斯文有礼、温文尔雅的样子，但只有真正接触过他的人才知道他的手段有多么残忍血腥。每天午夜从政治部里排出的尸体中，至少有1多半出自这个笑面虎之手。所以我顿时打起了12分精神，朝着贾叔敬了个礼。贾叔像是专门在等我，他先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笑着打开了书房的大门。进来吧，署长在等你。书房里的光线很暗，延琛就坐在书桌后的阴影里，隐约只能看到一个轮廓。我连忙挺直腰杆，恭敬的敬礼道：“署长好。”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保持着敬礼的姿势，试图看清延琛的表情，可屋子里太暗，什么都看不见，只感觉一道阴恻恻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那目光像毒蛇般黏腻，让我头皮发麻，不寒而栗。就这样过了10几秒，阴影里才传来一道阴冷的声音：“你的谎言看起来确实很合理，但你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告诉你们的秦舒曼的身世其实是假的。秦舒曼是秦家按照我的喜好专门为我培养的克隆女体，因为这项技术并不完善，所以她的寿命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听着这细致入微又带着嘲讽的解释，我心里早已把他祖宗18代骂了个遍。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危机嗅觉第2次提示时会注明你的谎言还有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漏洞。这哪是一些漏洞，这尼玛全是漏洞啊！谁能想到大家把延琛当兄弟，他却跟兄弟玩心眼，居然连自己情妇的身世都造假。但我也清楚，现在不是后悔懊恼的时候，我必须冷静下来，想办法破局。我缓缓平复了心情，大脑开始飞速运转。前10多年做牛马的工作经验，此刻总算派上了用场。我飞速拼凑着已知的线索，调整着自己的计划，很快心中就有了定计。我自然地收起敬礼的姿势，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疑惑，对着阴影里的延琛问道：“署长，您确定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这不对劲啊！您说的秦舒曼和我接触到的秦舒曼完全对不上。”撒谎的人才会在被指出漏洞时急着辩解，而讲真话的人第一反应只会怀疑对方有问题。紧接着，我精准地指出了延琛话里的漏洞。另外，署长，就算您说的都是真的，但这也不能洗脱秦舒曼的嫌疑。毕竟秦舒曼被克隆出来后，一直由秦家培养，谁也不清楚秦家在培养他的时候教了他什么。秦家有可能教他永远忠诚于你，也有可能教他在您身边收集机密。听到我的反驳，延琛的笑容缓缓收了起来，整张脸变得面无表情。我见状，心中稍稍安定，继续指出他逻辑链里的问题。还有，您说秦家不敢得罪您，是因为您掌握着秦家的生死。如果您真的能掌控秦家的生死，那新界市其他的宗族组织，您应该也能轻易拿捏吧？您作为新界市探察署署长，若能轻易拿捏全市大大小小的宗族，那其他城市的探察署署长是不是也能轻易拿捏他们城市的宗族和组织？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轻声问道：“那庇护所还在各个城市组建市政委员会干什么？
为什么不直接让探查署负责城市的各项事务呢？听到我的话，严琛一时间没有作声，书房里的气氛瞬间沉寂下来。见到这一幕，我知道自己赌对了。我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在不停问候严琛的8辈祖宗。这老混蛋果然是在诈我，怪不得我刚才听他说的时候就觉得有些怪异。要是各个城市的探查署真有这么厉害，市政委员会早就被架空了。庇护所和市政委员会怎么可能允许这样牛逼的部门存在？这根本不合常理。当然，我不觉得严琛会在这种事儿上完全撒谎，他大概率是隐瞒了部分事实，比如探查署署长确实可以判定一个宗族是否适合合作，但只有调查权没有决定权。这么重大的事务很可能要上报给市政委员会，由市政委员会讨论决定。就算探查署署长调查后认为某个宗族不适合合作，市政委员会也可以不认可这个结果，退回去让探查署重新调查，这才符合我对规划区权力架构的理解。刚才严琛明显是玩了个文字游戏，想炸一炸我，想通这一点，我心里更有底了。正准备乘胜追击时，书房的大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打开，我看向门口，只见贾叔从外面走了进来，他反手关上门，缓步走到严琛身边，弯腰在严琛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书房很安静，即便贾叔的声音很轻，我也隐约听到了部分关键内容，比如遭遇袭击时，我确实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方明确实指挥过我护着秦舒曼撤离，但我没有撤离。旧相街治安所也确实在枪战刚开始时收到了我的求救信号。我目光坦然地看着严琛和贾叔，心中更加安定，随即拿出了最重量级的证据。署长，您可能觉得我说了这么多都只是空口白话，所以才不信任我，但其实我有证据。说着，我从怀里取出阿泰带来的那个布包，走上前把布包放在红木书桌上，然后恭敬地退回到原地。贾叔看了严琛一眼，得到严琛的肯定后，才走到桌前，伸手拿起布包打开。看到里面物品的第一眼他还没在意，可第二眼他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一脸不可置信地伸手在布包里翻动起来。片刻后，他快步走到严琛身边，压低声音却语速极快地说道：署长，下一秒，严琛一脸深沉地看向我，沉声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先是点了点头，紧接着又摇了摇头。舒曼小姐告诉我，这个东西可以改变我的命运，能让我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但她没有细说，只说只要继续帮她做事，她还会给我更多。听到我的话，严琛拿起布包，将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在了红木书桌上。当啷当啷，最先倒出来的是几枚银元，紧接着是几根小金条，直到最后一块闪烁着微光海蓝色的半透明石头才当啷一声落在桌上，赫然是灾变素材极光石。看着这块从金手指里获得的宝贵材料落在桌上，我没有丝毫不舍，反而淡然地看着严琛眼中一闪而过的贪欲。我再次想起那句话，贪婪就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武器。严琛要上套了。其实早在得到极光石的那一刻，我就想过如何处理它。尽管只看介绍就知道它很贵重，但再贵重对我这种洒脱的性格来说，现在用不上的东西就是废物。而巧的是，这个废物价值极高，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想到把它用来钓鱼。而鱼饵就是现在掌握着我生死的严琛。把极光石献给严琛，一来更容易获取他的信任，毕竟以我现在的身份根本不可能得到极光石。那么极光石来自哪里？调查我这几天接触的人唯一的嫌疑对象就只有身份不明的秦舒曼。这样一来，秦舒曼就会彻底坐实我为他编造的身份，我的危机也能迎刃而解。二来，舍得孩子才能套住狼。我前世见多了这种钓鱼手段，先抛出些甜头，勾起目标的贪欲，然后一步步吊着对方，让他步入深渊。如今这套策略同样适用于严琛，只要他对极光石动了心，渴望得到更多，或者想要挖出极光石的获取渠道，就必须留住我这条线。到时候我会一点点吊着他，让他尝到甜头，却始终得不到满足，引诱他一步步踏入我的圈套。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不断发育，直到彻底反客为主。就在我暗自盘算的时候，检查完极光石的严琛终于开口了，他的表情明显缓和了许多，不再那么严肃。他摩挲着手中的极光石说道：秋图，别怪我之前对你不够信任，毕竟舒曼是我的枕边人，若非亲眼见到确凿证据，我很难相信他会背叛我。我连忙点头表示理解，神色依旧坦然。严琛沉默了片刻，抬眸看向我，略带不解地问道：不过，我现在虽然相信了你的话，但还有一点不太明白。秋图，秦舒曼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你为何不接受，反而选择向我告密呢？而且，你何来的胆量去怀疑并调查我的枕边人？你就不怕我为了保守秘密处决你吗？话音未落，一股无形的杀气悄然弥漫开来，但我丝毫不惧吓唬谁呢？要杀我早就杀了，现在留下我不就是对极光石动了心吗？这么想着，我正视着严琛，一脸认真地答道：署长，因为我太想进步了，虽然我现在已经是2级探员，但我并不满足，我还想当1级探员，当探长处长乃至副署长，而且我也不想再困守行政处这种后勤部门了，我想去特勤部、政治部或者保卫科，哪怕是基层治安所都可以，所以我必须赌一把，要不然我不甘心。一旁的贾叔似笑非笑地说道：邱探员倒是坦诚，我还以为你会说全是出于对署长的忠心呢，那样未免太虚伪了。
严琛一边把玩着极光石，一边静静地沉思着。片刻后，他抬眸看向我，面无表情地说道：既然你有这样的野心，那我也愿意给你一个机会。你不是想进步吗？那我就让你进步。从今天开始，你调至政治部工作，职级提升为1级探员。听到这句话，我的瞳孔微微收缩。我虽然预感到严琛一定会给我甜头，但没想到会这么丰厚。看似我的职级只提升了1级，但从行政处这个弱势部门调到政治部这个最强势的部门，实际权力何止增长了10几倍。而且别看1级探员和2级探员只差1级，1级探员已经具备带队担任队长的资格，政治部的队长啊！想到这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严琛给的好处好像有点太多了，怎么感觉我反而被他拿捏住了？这么想着，我不由得看向贾叔这位政治部的负责人。但此时贾叔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些。看到贾叔的反应，我心中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根据前世的经历，天上从来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要是真的掉了馅饼，里面大概率掺了迷魂药。当你觊觎人家的馅饼时，人家可能正在觊觎你的性命。果然，在给了我这么大一个馅饼后，严琛缓缓开口了：但这个职务不是白给你的，你也要帮我做一件事。我心中暗道后续果然来了，我打起12分的精神等着他的下文。就听严琛继续说道：秦舒曼既然是市政委员会安插在我身边的钉子，那秦家看来是已经背叛我了。你去给我拔掉这个钉子，7天内我要看到足以让秦家毁灭的罪证摆在我的书桌上。听到这句话，我脑子瞬间一片空白。秦家是什么存在？那是新界市排名前3的大宗族产业，横跨多个领域，从非法医疗到地下勾栏，从赌场到高利贷，全都是灰色地带。早在新界市没建立之前，秦家在这儿就是霸主之一，手下不仅养着上千的打手，还有武装到牙齿的枪械，以及训练有素的私兵。这样级别的势力，在现在新界市初建需要稳定的当下，什么罪证能扳倒他们？杀人放火？别闹了！在这种灾变乱世，哪家手上没有沾几条人命？想到这里，我彻底茫然了。邱图，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个任务，你现在已经是我们政治部的一员了，我们肯定不会让你孤军奋战，会尽量帮你创造条件，提供支持。听到贾叔的话，我才回过神来。对啊，秦家这么大的势力，只靠我一个人怎么可能扳得倒？可下一秒，贾叔的话就让我心头一沉。届时我会让署长安排舒曼小姐回秦家省亲，你作为他安保团队的负责人，陪同他一起入住秦家，然后展开调查。以舒曼小姐对你的信任和器重，相信你能顺利挖出秦家的秘密，完成任务。而且我可以给你指明调查方向。之前你向署长汇报时说，怀疑舒曼小姐是市政委员会的人，但这个怀疑并没有证据，而舒曼小姐与廉政的关系却是你亲眼所见，所以你可能猜错了舒曼小姐的阵营。也许她和秦家并不是市政委员会的人，而是反对派组织的支持者。说到最后，贾叔瘦削的脸上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透明镜片后闪烁着寒光。你沿着这个方向调查准没错。那一瞬间，我只感觉一盆冷水从天而降，把我浇了个透心凉，狠太狠了！这一手顺水推舟，简直把我所有的退路和借口都堵死了。我亲眼见证了秦舒曼贿赂自己，还亲眼见证了他指挥廉政帮自己扬名立万。那秦舒曼和秦家是不是市政委员会的人不好说，但一定和廉政有勾结。而秦舒曼在和廉政勾结时没有避开自己也理应能顺藤摸瓜，查出秦家和廉政勾结的证据。虽然杀人放火无法扳倒秦家，但和反对派武装勾结这种大罪却足以让秦家万劫不复。所以我要么拿出秦家和廉政勾结的实锤证据，并且扛过秦家的反扑，毁灭整个秦家，彻底证明自己；要么我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一个两头堵的阳谋，根本没有第3条路可走。想到这里，我强行压下心中的焦躁，大脑再次飞速运转，寻找对策。时间1分1秒的过去，片刻后，我终于有了定计。我故意眉头紧皱说道：长官，我觉得您指的调查思路非常正确，但是不是太着急了。舒曼小姐今天才刚刚收买了我，紧接着署长就安排她回秦家省亲，还给我升了职，让我陪着她一起回去。这么明显的安排，简直把阴谋2个字写在了脸上。她和秦家不可能看不破。那你的意思是？我觉得不能让署长安排她回家省亲，而是要让她主动提出来。听到我的话，贾叔镜片后的眼睛微微闪动，似乎在思考，但我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虽然我不知道这块石头到底有什么用，但从舒曼小姐和署长还有您的态度来看，它应该是一件所有人都感兴趣的宝物。我希望署里能提供给我更多类似的宝物，并告知我相关情报。之后我会带着这些宝物和情报去见舒曼小姐，告诉她我大有收获，想要向她汇报，并让她给我安排下一步行动。但在署长的别墅里，不可能商议这么隐秘的事情，所以我会建议她主动向署长提出回家省亲，理由是在这次袭击中受到了惊吓。这样一来，一切就合情合理了，不仅不会引起舒曼小姐和秦家的怀疑，
他们甚至还会因为我带了这么多投名状而更加信任我，我也能更快地调查出秦家和廉政勾结的罪证。我的话说完，房间里一片寂静，严琛和贾叔都沉默了。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肯定有。计划是不是更完善？确实更完善了。但两人心里大概都觉得有些不对劲，怎么刚到手的灾变材料还没捂热就要还回去，甚至还要再拿出更多，这怎么看都像是一场诈骗。就这样沉默了片刻，严琛开口了，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囚徒，这件宝物名叫极光石，虽然不算特别贵重，但却是管制物品，就算是我也不能随意拿出来。所以你的计划很好，但我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今晚你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我会让人给你答复。听到严琛的话，我目光微微闪动，有些意外。我没猜错，我的这个计划其实是在走险棋，想狠狠坑他一笔，把局势彻底搅乱，再重新寻找破局的办法。甚至我也想过，要是实在无法破局，就带着坑来的灾变材料和秦舒曼远走高飞。可他竟然没答应，这瞬间让我对极光石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极光石的价值真有那么大，那严琛根本不可能舍得放弃我这条线。既然如此，我是不是可以玩得再大一些？思绪流转间，我好像找到了破局的关键。就这样，在我们三个人各怀鬼胎的情况下，我被贾叔送出了书房。出了书房，我主动向贾叔敬礼告别。贾叔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似笑非笑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句不错不错。离开别墅的时候，我总感觉身后有道目光一直盯着我，像芒刺在背，直到我拐过一个拐角，那股令人头皮发麻的感觉才彻底消失。我缓缓松了口气。就在这时，脑海中的系统危机提示正缓缓浮现，恭喜你成功度过了本次危机，但你同样引起了严琛的注意，他对你的异常变化、隐藏的秘密和编造的谎言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幸运的是，他正深陷一场巨大的权力风暴，暂时不愿在你这个小人物身上投入过多精力，珍惜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吧。你只有24小时的休息时间。伴随着提示结束，原本的沙漏图标缓缓变成了宝箱，只是和上一次直接能开启的宝箱不同，这一次的宝箱是灰色的，上面还挂着一个24小时的倒计时。我在心里快速盘算了一遍，好消息是暂时没有新的死亡倒计时，至少今晚我是安全的。坏消息是奖励要等24小时才能领取，而且我这次能过关根本不是让严琛信任了我，只是引起了他的注意。说白了，我的谎言压根儿没骗过严琛，只是极光石成功勾起了他的贪欲，他才暂时没对我下手。虽然早在书房最后博弈的时候我就猜到了这个结果，可心里还是难免有点失望。BOSS 这么聪明，真的很没有成就感好吗？我还是喜欢简单模式，不喜欢天天这么踩钢丝。要是下次金手指能刷出个降低难度的功能就好了。我一边在心里默默吐槽，一边往别墅外走，迈步走出别墅大门，月光如水，给这静谧的夜晚披上了一层神秘又迷人的蓝色面纱。大灾变过后的月亮一直是蔚蓝色的，这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大气层里布满了直径略大于7微米波长的微小颗粒，这种粒子会散射红光，所以地上的人抬头看到的就是一轮蓝月，真是个污染严重的世界啊。出了花园，刚走到岗哨处，我就看见路边蹲着两个熟悉的身影，阿泰和老鹰。两人肩并肩抄着手，像两只大号企鹅似的蹲在路沿上。阿泰叼着根不知从哪儿摘来的野草，仰着头嚼得正起劲儿。老鹰则绷着脸，用余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动静。可能是俩人的姿势实在太过怪异，岗哨的保卫科探员一直死死盯着他们。老鹰第一个看见我出来，连忙起身迎了过来。头哥。阿泰则要爽朗得多，看见我呸的一声吐掉嘴里的野草，大喊着就冲了上来。看着一高一矮的两人，我先是一怔，紧接着心口涌上一股暖流。与此同时，严琛的书房里依旧是昏暗的光线，严琛依旧隐在书桌后的阴影里。他身边的人都查过了吗？查过了，他身边都是些底层摸爬上来的混混泼皮，根本没机会接触到灾变材料，只是借着您的名头，把这些人安插到基层治安所当了临时探员，查起来没费什么力气，资料的真实性也都可靠。他倒还挺讲义气。评价完这句话，严琛不再开口，房间里渐渐安静了下来。半晌，严琛又道：这么说，他能接触到极光石的途径只可能是秦家。理论上是这样，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不是。我也觉得不是。严琛手里把玩着那块极光石，语气里带着几分嘲讽。那小子以为编个天方夜谭般的故事就能轻易蒙混过关，实属异想天开。他身上肯定有秘密，而且是天大的秘密。只是我最近没时间去盯着他这么个小角色。听到严琛的话，贾叔试探着问道：那要不要我把他直接控制起来？你应该知道我的手段，没人能撑过一晚上。严琛迟疑了1秒，最后还是摇了摇头。不必，他能拿到极光石，背后肯定有人。最近市政委员会那边一直在盯着我，别节外生枝。说到这儿，他顿了顿，又道：还是让他和秦家狗咬狗吧。他不是想带着投名状去秦家吗？那就给他。灾变材料是管制资源，不能随便给。但我记得昨天下房街
抓了个卖黑药的药剂师。说着，严琛把手里的极光石还有桌上的金条银元一起装回布包，随手扔给了贾叔。你明天安排人把那名药剂师提出来，和这些东西一起给他送过去。一个会制作灾变药剂的药剂师，可比几块零散的灾变资源值钱多了。我倒要看看他打算怎么演这出戏。第二天一早，我是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的。我打着哈欠从床上爬起来，一脚踢开挤在我身边睡得七仰八叉的阿泰和老鹰。我俩是为人很久没有能交心的朋友了，加上昨天刚死里逃生，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昨晚就拉着两人喝酒到深夜，3杯2盏下去都喝多了，干脆直接挤在了我家。门一打开，门外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探员，看见我，他啪的一声，双腿立正敬了个礼。长官好，我条件反射的回了个礼，后知后觉的问道：你是？他正色道：长官，我是行政处3级探员李可，奉我们长官的命令来给您送新的制服和肩章。说着，他朝身后一挥手，一个临时探员立刻捧着一套黑色的探员制服走了过来。黑色是政治部特有的颜色，代表着秘密警察的官方定位。制服上面放着一对肩章，肩章上钉着3颗金花，正是1级探员的标识。虽然昨晚已经得到了严琛的承诺，可当这一切真的摆在眼前，我的心跳还是不由得加速了几分。就在这时，我身后传来了阿泰的声音：图哥怎么了？谁来了？下一秒，那询问就变成了惊呼。我擦，政治部1级探员！我回头就看见阿泰和老鹰俩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门口。我接过制服，这位探员却并没有离开，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再次双手恭敬地递给我。长官，这是我联系方式，如果有任何用得到我的地方，请您尽管吩咐，我一定随叫随到。接着他又重复了一次自己的名字，我叫李可。说完，他朝我敬了个标准的礼，毫不拖泥带水的转身离开了。看着李可的背影，我目光微微闪动，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果然，聪明人无处不在。昨天我为了阿泰能调入特勤部，还在方明面前不停刷脸铺路。今天我刚晋升政治部1级探员，立刻就有人主动上门投靠。果然，1级探员，尤其是强势部门的1级探员，就是吃香。这么想着，我把李可的纸条装进了口袋。以后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并不介意给这位识趣的聪明人一个机会。回过身，阿泰已经凑了过来，他傻头傻脑的东看看西看看，一脸难以置信的说道：哥，你真成1级探员了，还进了政治部。我一边关门一边笑着点了点头。阿泰满脸激动的嚷道：我操，我昨晚还担心你出事儿，拉着老鹰在别墅花园门口蹲了半宿，打算你一直不出来就冲进去救你，结果你不仅没出事，还升官了。听到阿泰的话，我都被逗笑了。冲进去救我，就凭你那把小铁锤，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探员多少支枪吗？只怕还没等你冲到我面前，就被人乱枪打死了。阿泰闻言憨憨的挠了挠脑袋，那我也不管，反正我要去救你。从你小时候把我捡回来的那一刻起，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听到阿泰的话，我目光微微闪烁，不由得想起了我和他的过往。那天我和方明说的话确实半真半假，真的是阿泰确实混过帮派，还因为反抗过军部上了黑名单。假的是，并不是我受过阿泰父母的照顾，而是我和他还有那10几个兄弟一直都是相依为命。我是个乱世孤儿，小时候靠捡垃圾为生。6岁我在垃圾堆里捡到了奄奄一息的阿泰，8岁捡到了老鹰，10岁捡到了阿坤。灾变乱世，朝不保夕，我们几个孩子为了活下去，抱团取暖。渐渐的，这个小团体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发展到了20多个。再后来，庇护所把新界市列为待规划区，军部提前过来扫荡，各个地下帮派像泡沫一样被覆灭。我们这群人有的被杀，有的被记入黑名单，有的四散奔逃。直到新界市正式建立，我因为长相周正，身体健康，没有案底，加上在帮派里学会了开车，才成功考上了探员。之后我又一个个把失散的兄弟们找回来，给他们妥善安排了去处。我和阿泰是过命的交情，所以他才能那么真诚地说，就算被乱枪打死也要救我。想到这儿，我深深地看了阿泰一眼，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像李可那样因为利益靠上来的下属我需要，像阿泰这样能豁出性命的兄弟我更需要。就像伟人说的，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就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在这乱世里做大做强，创造辉煌。换好制服，佩戴上新的肩章，我接到了贾叔的通讯。通讯里，贾叔让我去花园别墅一趟，说有任务要安排。我猜应该是严琛已经做好了决定。我和阿泰老鹰简单交代了几句，就下楼随便买了个包子，往严琛的别墅赶去。至于阿泰和老鹰俩人也没闲着，收拾了一会儿就扬眉吐气的去旧巷街治安所上班了。他们能成为临时探员，全靠当初我扯了严琛的虎皮。一开始所里对他们还很重视，委以重任，可后来发现严琛好像根本不关心他们，也从来没提过他们，所里就渐渐品出了味道，俩人也慢慢被边缘化，沦为了所里的底层。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晋升了政治部1级探员，他们这些我的兄弟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终于能扬眉吐气了，所以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所里宣布这个好消息。步行了10几分钟，我终于再次来到了城中花园。经过这一路折腾，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还是要搞辆车，要不然太耽误时间了。一边这么想着，我一边和岗哨确认了身份。刚迈步走进了花园，就看见方明正带队押着一名女孩往外走。
那个女孩看起来年龄不大，只有15、16岁，眼神犀利，还带着几分稚嫩的凶悍，活像一只下一秒就要扑上来咬人的狼崽子。我目光在女孩身上扫了2眼，好奇地问道：“她这是犯了什么事儿，居然还要你们特勤部亲自押送？”方明嗨了一声，笑着说道：“他是昨天在下坊街抓到的黑市药剂师，上面似乎很重视，特意让我们押送过来审讯。现在刚审完，我们正准备把他带走。”药剂师听到这个称呼，我眼睛眨了眨，目光重新落到那个女孩身上。可能是听到我们在议论她，那个女孩突然朝我呲了呲牙，露出了一个凶狠的表情。可她年龄太小，还长着2颗小虎牙，我只看到了满满的娇憨。下坊街，我在心里默念了2遍这个名字，突然想起为什么觉得耳熟了。这不是昨天严琛让我去处理，却被我当场推掉的任务吗？所以这个女孩就是我原本要去接的犯人。想到这里，我不禁觉得颇有缘分，随口问道：“对了，她要被送去哪里？”可能我的这个问题有点敏感，方明一时不好回答。就在这尴尬之际，方明突然注意到了我身上的新制服，他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指着我的制服，惊讶地问道：“你调去政治部了？”我淡淡的点了点头。方明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半天说不出来，最后只吐出了2个字：牛逼。知道了我的新职务以后，他也不再支支吾吾，很直接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会被送去旧巷街治安所暂时关押，政治部有着监察各个部门的权利。他回答我的询问完全合乎规定。旧巷街听到这个答案，我愣了一下，随即若有所思。就这样，2人又闲聊了2句。那女孩却是说道：“你们到底走不走啊？你们这也太不敬业了吧！罪犯就没人权了”的吼叫声中结束了交谈。告别方明，我走进别墅，按照贾叔通讯里的指引，7拐8绕后，终于看到了一扇铁门。我推开门进去，发现里面赫然是一间巨大的地下暗室，墙壁由粗糙的石头堆砌而成，中间矗立着一张满是干涸血渍和刀刻划痕的实木工作台，四周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刀具与刑具。一位浑身布满伤痕、早已没有生命体征的少女被绑在橡木台上，而戴着金框眼镜的贾叔正站在她身边，左手戴着手套，右手握着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贾叔莫名的轻叹一声，把手术刀放到一边，伸手摘下手套。他淡淡的开口：“这个女孩的父母原来是市政厅的基层管理人员，她本可以有一个灿烂的未来，可以和其他管理人员的孩子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成年后谈一场甜甜的恋爱，结婚生子，度过平淡却幸福的一生。但在昨天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她的父母一直秘密与反对派武装联系，并提供帮助，于是一朵原本该灿烂绽放的花就这么凋谢了。”贾叔的话里句句都透着可惜，可结合他那平淡无波的语气和亲手折磨处决了女孩的森然手段，我只感觉丝丝寒气顺着脊背沁上心头。冷淡地介绍完女孩的情况，贾叔拿起一条毛巾擦了擦手，又仔细折叠好放回原处。然后他走到墙边，打开柜子，取出了那个熟悉的布包，隔空扔给了我。刚才过来的时候见到那个药剂师了吧？我怔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见到了。贾叔嘴角浮现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署长同意了你的计划，但做了一点小小的更改。灾变材料是管制物品，不能随意拿出来帮你执行任务，所以那个黑市药剂师给你，他不仅掌握着灾变药剂的制作方法，还有着完整的黑市背景，其价值远超过单纯的灾变材料，足够让秦家满意了。闻言，我心里猛地一突，药剂师的价值确实要比灾变材料更高，可却远不如灾变材料方便。拿着灾变材料，一旦见势不对，我可以直接揣着跑路。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个15、16岁的女孩，带着她逃跑，无疑会大大增加难度和风险。是严琛猜到我可能要跑路，所以故意给我安排了个拖油瓶吗？我一边大脑飞速运转，一边还不忘继续和贾叔演戏，装作一脸茫然地问道：“灾变药剂、药剂师这些都是什么？”贾叔扶了扶金框眼镜，不以为意地说道：“这些问题布包里的资料都有，你可以自己慢慢看。对了，看完记得销毁，严格保密。”说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语气淡了下来，却带着刺骨的寒意：“你不会想知道泄密的后果吧？”警告完我，贾叔挥了挥手，下了逐客令。好了，出去看资料吧，看完记得去找秦舒曼，劝说他回秦家署长的耐心是有限的。是长官。我闻言双腿立正，敬了个标准的礼。敬完礼，我抱着布包迈步走出了地下暗室，而我并不知道的是，在我身后贾叔的目光始终如影随形，紧紧锁着我离去的背影，那隐藏在镜片之后的笑意几乎要从眼底满溢而出。走出地下室，泥土与落叶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和地下室里令人窒息的血腥味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抬头望了望灰蒙蒙的天，迈步走进了别墅。在佣人翠兰的指引下，我到一间会客室坐下，准备先看看贾叔给我的这份关于这个世界超凡力量的情报，这将直接关系到我接下来的所有计划。坐到沙发上，我把布包打开，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份薄的只有2页纸的资料。我先把资料放到一边，又检查了一下布包里的其他东西，一块极光石、3根小金条，还有12块银元，这些都是昨天我交给严琛的东西，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我把10几个兄弟凑出来的这点资产收好，揣进怀里，这才拿起一旁的资料翻看起来。资料内容不多，写的也十分简单粗略，却足以让我窥见这个世界超凡力量的一角。
只是越往下看，我的眉头皱得越紧，直到最后放下资料，我的脸色已经凝重的能滴出水来。如果这份资料是真的，那我算是遇上了最坏的一种可能。这么想着，我也在脑海里复盘起了资料里的内容来。按照资料上的记录，大灾变过后的30年，整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一股诡异而神秘的力量悄然觉醒，重塑着世界的脉络与生命的形态。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莫过于自然界的生物开始出现匪夷所思的异变，比如随处可见的爬墙虎莫名开始膨胀扭曲，粗壮程度足以媲美废弃城市里的水管。原本路边最常见的野草，白日里看着正常，到了蓝月之下却变得锐利如刀，散发着幽冷的锋芒。那些微小到常人难以察觉的蚂蚁，如今却壮大如暗夜中的巨犬，在废墟间游荡。那时的人类正困于生死存亡的挣扎之中，无暇顾及这些畸变的生命现象。直至15年前，首个庇护所巍然耸立，各路人类精英逐渐汇聚于此，并踏上探索外界的征途，才愕然发现这个世界已然陷入了更加离奇的境地。那些畸变的动植物不仅力量、速度、智慧和攻击性得到了显著提升，甚至部分个体还获得了匪夷所思的能力。人类猜测这一切皆源于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变，所以便将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命名为灾变觉醒。只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全世界的生物群体都发生了灾变觉醒，唯独人类没有出现任何异变。于是围绕着这个现象，人类内部渐渐诞生了2种猜测：一是人类可能也正在觉醒，只是生命周期太长，繁衍能力太弱，还需要再繁衍几代才会自然诞生出拥有神秘力量的新人类；二是人类的生命层次本就已经很高，大灾变也无法让人类自然完成觉醒，所以人类只有主动窃取其他生物身上的异化力量，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觉醒。这2种猜测在庇护所开拓期间一直争论不休，直到13年前，一位药剂师无意中配置出了第一份灾变药剂，并成功让试验者拥有了某种诡异的力量，这场争论才暂时落下帷幕。而伴随着灾变药剂的诞生，各种变异生物身上的灾变材料价值水涨船高，药剂师等职业也开始迅速崛起。如果资料只记录到这里，我的眉头或许不会皱得这么紧，真正让我头疼的是资料的后半部分。按照资料上的记录，人类使用灾变药剂后，并非100%能获得神秘力量，相反失败的概率高达80%以上。而一旦失败服用药剂的人，就会发生不可逆的畸变，沦为一只没有灵智却破坏力惊人的怪物。就算侥幸成为那幸运的少数，灾变觉醒的方向也并非固定，而是因人而异。这意味着除了觉醒的那一刻，没人能预知自己会在哪条未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真是操蛋！我原本还想着能靠超凡力量逆天改命，结果不仅成功概率低得可怜，这个世界的超凡力量还偏诡异邪性，谁也不知道这种力量会不会附带什么要命的副作用。一边这么想着，我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火柴，望着资料在跳动的火焰中一点点烧成灰烬。我也在心里默默盘算着，现在靠超凡力量解决危机的路子暂时走不通，严琛又很可能拥有某种诡异的超凡力量。毫无计划的逃跑等同于送死，看来最后还是必须去秦家走一遭。想到这儿，我的眼神沉了几分，不过正好也可以趁机审讯一下那个少女药剂师，或许从她那里能得到一些和资料上不一样的信息。片刻后，我决定起身先去找秦舒曼，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跟着女佣上了2层曲折的楼梯，右拐穿过2条幽深的走廊，终于来到了秦舒曼的闺房门口。女佣主动上前一步，轻轻敲了敲门，下一秒，里面传来了秦舒曼如夜莺般动听的声音：“请进。”推开门，我们2人走了进去，就看见秦舒曼穿着一袭粉色开叉旗袍坐在窗边，一边喝着茶，一边眼神忧郁地眺望着窗外，那模样活像一只向往自由的金丝雀。舒曼小姐，邱探员找您。女佣朝着秦舒曼的背影微微躬身，听到女佣的话，原本端着茶杯的秦舒曼连忙放下杯子，惊喜地转过身，眼底是掩不住的欣喜。邱探员，你来了。因为有外人在场，我没有表现得过分亲昵，只是笑着点了点头。是的，舒曼小姐，我有要事和你商量。说完，我给秦舒曼递了个眼色。秦舒曼瞬间会意，他优雅地站起身，矜持地对门口的女佣翠兰说道：“你先下去吧，我和邱探员单独聊2句。”是舒曼小姐。女佣微微躬身行礼，转身走出了卧室，出门时却故意把门虚掩上了。我回头瞥了一眼，没有当场戳破，朝秦舒曼比了个噤声的手势，这才走到他身边。刚一站定，扑面而来的就是秦舒曼身上那股如初春樱花般清雅的体香，闻着这熟悉的气息，我心头微微一荡，低头看去，映入眼帘的是秦舒曼修长如天鹅的脖颈，还有旗袍勾勒出的饱满曲线。旗袍的剪裁恰到好处，让他本就曼妙的身姿更显玲珑有致，也让我不由得想起他在我怀里时的柔情与妩媚。此时的秦舒曼还没发现我因为他的魅力走了神，他伸手拉住我的衣袖，眼波流转间夹杂着一丝化不开的紧张与担忧。他小声问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我昨晚害怕的一夜没合眼，每次睡着都会惊醒，做了好多次噩梦，梦里全是严琛要杀我们的场景。说到最后，他的眼眶又红了，带着哽咽说道：“我好害怕。”我闻言深深地看了他2眼，仔细分辨着他的神情，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丝毫破绽。可我的直觉一直在告诉我，秦舒曼有问题，那是一种遇到了同类的感觉，只是危机嗅觉一直没有触发，说明秦舒曼暂时对我没有威胁，所以我才愿意一直和他合作。
一边这么想着，我一边温声安抚他，不用担心，一切都已经解决了。说着，我拉着秦舒曼走到窗边，阳光静静洒在我们两人身上。我低声把这2天发生的事儿跟他简述了一遍。当然，我刻意回避了克隆女体和极光石的核心话题，只说自己3言2语找出了言琛话里的漏洞，最终成功说服了他。这也让整件事的真实性打了不少折扣。果然，秦舒曼听完后一脸狐疑地看着我，就这么简单。我点了点头，接下来你只需要按计划给言琛打个通讯就能离开这里了。听到我的话，秦舒曼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他松开拉着我的手，背齿轻咬着下唇，迈着摇曳的腰肢款款走向床边。他身材纤细，双腿修长，那件粉色开叉旗袍随着步伐微微摆动，雪白的肌肤如惊鸿一瞥般闪过，走动间旗袍的流苏轻轻晃动，更显她的曼妙灵动。这女人在勾引我。我的脑海里莫名冒出了这句话，目光微凝，继续观察着秦舒曼的动作。接着就看见她走到床边，微微弯腰，饱满的臀部翘起，拿起了固定电话，按下了几个号码。片刻后，电话接通了。秦舒曼直起腰，小声说道：“你好，白秘书，我是秦舒曼，我想找一下严署长。”秦舒曼等了一会儿，才等到严琛接起电话。他随即轻启朱唇，按照我教他的话，说了自己想回秦家的事儿。这本就是严琛早就首肯的事儿，所以电话那头的严琛只是冷淡的嗯了一声，就直接答应了下来。挂断通讯，秦舒曼像只受惊的小兔子，拍了拍自己沉甸甸的胸脯，一脸惊喜地看向我。真的成了，他答应了，说会让人安排的。我刚准备点头，兜里那台破旧的通讯器突然响了起来。我拿起来一看，屏幕上赫然写着“白秘书”3个字。白秘书是严琛的专职秘书，平日里主要负责严琛的公务活动安排、重要来访来客的接待，还有探查署各部门的协调工作。他虽然名为秘书，职务却不低，还兼任着行政处处长的职位，算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当初能抱上严琛的大腿，也有他欣赏推荐的原因在，只是不知道我和秦舒曼的事儿会不会影响到他在严琛那里的评价。这么想着，我接起了通讯。白秘书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依旧是平易近人中带着几分欣赏。他先是简单恭喜了我升职调动的事儿，之后便传达了严琛的命令，内容和昨晚我们3人商议的相差无几。由我作为秦舒曼的贴身护卫，全权负责秦舒曼这次回家省亲的安保工作。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严琛还指定了方明所在的特勤部第7小分队参与这次任务，负责照顾秦舒曼日常生活的是他的贴身女佣，也是之前的告密者翠兰。可以说，严琛这是把这次事件里的所有参与者一股脑全打包送到了秦家，看样子是想在秦家一次性解决所有相关的问题。这么想着，我也没心思继续安抚秦舒曼了。挂断通讯后，我轻轻拍了拍秦舒曼的手，便转身离开了他的闺房，准备去传达命令，提前做一些安排。结果我刚迈步走出秦舒曼的房间，就撞见翠兰正一脸心虚地躲在门外。我瞥了她一眼，又扫了一眼门板上的痕迹，瞬间就猜到这个女佣肯定趴在门口偷听了好一会儿。我深深看了她一眼，没有当场揭穿，径直大步离开了。6小时46分21秒，宝箱倒计时跳动，忙碌起来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格外快，一转眼几个小时过去。当晚秦家设下了盛大的宴席，款待我们一行人参与宴席的，除了秦家这一代的家主秦恒之外，还有秦家2房、3房、4房、5房4个支脉。秦老爷子出生在灾变前，靠着继承父母的遗产，在乱世里打下了秦家的基业，最后于3年前突然逝世。现在的秦家由这一代家主秦恒掌舵，但他的威望明显不如老爷子。至少在宴席上，我就发现秦家各房一直在积极的和我套近乎。究其原因，大概是秦恒从小身体就不好，一直咳嗽不断，而且膝下只有1个女儿，所以各房都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我把秦家的现状默默记在心里，虽然我手里有老鹰这2天收集的秦家资料，但资料上的内容终究不如自己亲眼所见、亲身体会来的真实。宴席结束后，我婉拒了秦家3房的热情邀请，带着人回了秦家为护卫团准备的住处，准备去见见那位少女药剂师。来到关押少女药剂师的客房，推开门，门里的特勤部探员立刻机警地站了起来，见到是我后，他松了口气，随即朝我敬了个礼。长官。我朝他点了点头，说道：“你先出去吧，我今晚要单独审讯一下他。”听到我的话，那名探员露出了一个了然的表情，笑嘻嘻地敬了个礼，迈步走了出去。新界市毕竟刚建立不久，生活在这里的人大多还保留着乱世的习气，根本没有什么善待罪犯的规矩。而一直跟在我身后的方明连忙上前一步，伸手拉了拉我的衣袖，他压低嗓音提醒道：“你别乱来啊，如果有需求直接找秦家就成，他们本就是做勾栏生意的，肯定能给你安排好，要不然咱俩也可以出去逛逛。”说到这儿，他顿了顿，怕我没明白他的意思，又再次低声补充道：“那个女孩的身份很可能没那么简单，你别上当。”我闻言不禁哑然失笑，低声回道：“你真当我是那么急色的人吗？我真的只是有几个问题要问他。”听到我的话，方明狐疑地看了我一眼，试图从我的眼神里找到一丝撒谎的痕迹，可最终只看到了一片坦诚。
反正我和你说了，你自己注意点。方明又小声叮嘱了我一句，这才退出了房间。目送方明消失在视线之外，我嘴角勾起一抹笑容，觉得这家伙有点意思，不仅为人正直，心思还十分通透。不过他是怎么知道这个女孩身份不简单的？就连我也是在踏入秦家倒计时刷新之后才收到了相关提示。这么想着，我也不由得回忆起了踏入秦家时的场景。当时我刚迈步踏入秦家大门，冻结了24个小时的倒计时宝箱终于解了封，新的危机提示直接弹到了我眼前。平静的生活总是短暂的，危机却会如影随形。你的顶头上司严琛从未被你的谎话蒙蔽，他忌惮你那并不存在的背景，更对你身上那颗极光石的来源充满兴趣。只是身处风暴中心的他暂时无暇亲自处理你，便顺水推舟把你送到了秦家，想借秦家的手试探你的深浅。为了增加这场试探的难度，他不仅把一名身份特殊的女药剂师交给你处理，还让人对外散布消息，称你与秦家素有旧怨。此次前来，名义上是保护秦舒曼，实则是奉命调查秦家。所以当你踏入秦家的那一刻，秦家上下数千双眼睛已经死死盯上了你，只等你露出一丝破绽。与此同时，严琛也在背后密切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妄图窥探你的底细，藏起你的虚弱，展示你的强大，你才能在群狼环伺中活下来。伴随着提示结束，新的危机倒计时跳了出来，时限正是7天。而通过这条提示，我也更清晰地认清了自己眼下的险境。前有步步紧逼的秦家，后有虎视眈眈的严琛，身边还带着个身份不明的少女嫌犯，再加上立场不明的秦舒曼和时刻监视着我的女佣翠兰，此刻的处境用危机四伏4个字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也正因如此，我才会在宴席结束后第一时间来见这位身份特殊的少女药剂师。只有先搞清楚她的底细，我才能调整并执行下一步的计划。我反身关上门，迈步走进内室。内室里那位少女药剂师左手被手铐固定在椅子扶手上，右手却拿着筷子大快朵颐。许是今天的伙食很合胃口，她腮帮子吃得鼓鼓的，活像只囤食的仓鼠。见我进来，她半点不认生，还主动举着手里的筷子朝我热情地招了招，嘴里含着食物嘟嘟囔囔地说：“一起来吃点啊！”我差点被她逗笑了。这姑娘倒是心大，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嫌犯，她才是审人的探员。看来她的身份确实不一般，才会在身陷囹圄的时候还能这么淡定。这么想着，我随即开口问道：“我见过不少嫌犯，有害怕的，有嚣张的，还有一见探员就喊冤的，唯独没见过你这么淡定的。”我顿了顿，继续道：“我听方明说你有背景，说说吧，到底是什么来头，能让他特意安排人这么好生招待你？”听到我的话，少女不在意的扬了扬筷子，嘟着嘴铿锵有力的说道：“我爸沈玉洲。”听到他的话，我愣了一下，一脸茫然。谁？大概是他父亲的名字向来好使，他早就习惯了别人听到名字后的震惊反应。我这一脸茫然，反倒把他给整不会了。他瞬间涨红了脸，急哄哄地拔高了声音：“沈玉洲，第3庇护所最高议会的副议长沈玉洲。”听到这话，我飞速在脑海里翻找着前身的记忆，可依旧是一脸茫然。我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名字。毕竟新界市隶属于第8庇护所，又是刚建立不久，我一个底层探员，连自己庇护所的高层都未必能认全，更别说远在天边的第3庇护所高层了，根本没机会接触到相关信息。不过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方明一脸古怪，严琛又为什么要把这个女孩推给我了。说白了，在新界市根本没人能验证这姑娘说的话是真是假，我没资格，严琛也没资格。如果她的身份是真的，贸然处置很可能引发2大庇护所的冲突，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可如果她的身份是假的，就因为一句谎话，整个探查署上下没人敢给她定罪，那探查署的脸就彻底丢尽了，这根本就是块烫手山芋。这么想着，我也有点拿不准她的身份了，毕竟危机嗅觉只提示女孩身份特殊，谁知道这特殊是不是指她父亲是沈玉洲这件事儿？也许她是间谍，也许她的师承有问题，身份特殊本就有太多种解释。我脑子里飞速转着，随即故作好奇地试探道：“既然你父亲身份这么尊贵，那你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你该不会是在撒谎吧？”